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分公司经理菲比，非常荣幸能够担任今天第一部分内容的讲师，为大家带来有关爱多美公司企业文化的分享。刚才的影片中，我们了解到爱多美的社训：珍爱灵魂、经营梦想、坚定信念、谦卑服务。这4句社训深深地印在每位爱多美人的身上，是每位爱多美人共有的品质和内涵。我记得，在我入职公司的第1个月，我前往韩国总部参加了当月的成功学院。我发现我们的会长尽管非常忙碌，尽管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尽管公司业绩持续攀升，但他每月依然站在成功学院的讲台上，为爱多美的会员们授课分享。这就是他本人对社训中谦卑服务的一种诠释。照片上这位气质不凡、戴着标志性小礼帽的，就是爱多美的创办人朴韩吉会长。和许许多多的平凡人一样，朴会长曾经也是一名上班族，是一位汽车零部件业务员。30多岁，一次去澳大利亚出差时，他接触到一种新型的销售方式：亲自使用，而且对质量和价格满意的人，就会主动把产品分享给亲朋好友，而亲朋好友使用过之后，再分享给更多人。时间久了，积累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不但收入也逐渐增长，还为更多有需要的人带来好的产品。于是回到韩国，他就辞掉工作，从事了这份事业。虽然最后在这份事业中获得了成功，但由于他发现很多产品尽管非常优质，但是由于价格高的原因，消费者本人及家人并不能长期使用。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将优质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的公司，但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第一次萌发了既然没有，那就自己创造的想法。后来他患上了肝病及糖尿病，并入院治疗。那时候他有一个愿望，如果身体康复，就一定创立那种为消费者利益着想的公司。经过精心的治疗，他奇迹般的康复了。于是他坚定自己的信念。2009年6月，他创立了爱多美公司。虽然最开始只有17名消费者，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爱多美已经在全世界10几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业务，全球会员人数也已经突破670万人。如今他本人也担任了韩国直销产业协会主席、世界直销协会联盟 CEO 理事会成员。从2009年成立至今，爱多美的业绩逐年快速增长。2019年，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1兆6千亿韩元，约等于100亿人民币。放眼世界，爱多美在海外的发展也迅速崛起。爱多美2009年6月在韩国成立，2010年就进军了美国，2011年日本、加拿大分公司开业，如今已经遍布10几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将布局更多东南亚国家及南美地区。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好奇，爱多美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大众精品战略。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想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一定要依赖于消费者的喜爱。朴韩吉会长在创立爱多美之初，就想要创造一家为消费者利益着想的企业。这一点在爱多美成立之时，就以大众精品战略体现了出来。从字面上来看，
大众精品等于大众加精品。什么是精品呢？爱多美的产品可以说款款都是精品，我相信只要使用过爱多美产品的朋友，都会有这种体会。用过就爱不释手，用过就不想再换，用过就想与更多人分享，对吧？那什么是大众呢？价格是普通大众消费者和他们的家人能够长期使用的，结合起来说就是好的产品，价格却是大部分民众都能接受，而且持续使用的。爱多美通过无成本预算进行产品开发，一品一色确保竞争力，来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减少流通环节，减少企业内浪费，通过扁平化管理等诸多因素来降低产品的价格。爱多美的大众精品策略能够做到，当价格相同时，爱多美的产品品质是其他企业无法匹及的；当品质相同时，爱多美的价格优势是其他企业无法竞争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消费者都喜欢又好又便宜的产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爱多美的产品。爱多美的足迹也走向世界更多的家庭，爱多美的业绩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实现大众精品策略，还要依托于 GSGS 战略。不管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爱多美努力寻找满足高品质、低价格的优秀产品，通过爱多美全球流通销售渠道再进行销售。在 GSGS 战略下，爱多美的海外分公司不再单纯的销售韩国产品，而是在挖掘当地的优秀产品，补充到现有的销售清单中，同时向其他海外分公司出口当地的优秀产品。这不光是对爱多美，也是对当地的生产企业、经济发展、居民就业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爱多美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来自全世界各国的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举几个例子吧。日本分公司把颇具人气的丝袜销往韩国，泰国出口环保洗洁精，越南出口毛巾，柬埔寨出口胡椒，美国出口食盐。你看，是不是来自全球各种各样的优秀的产品，正通过 GSGS 战略，正汇集到爱多美这个中心流通枢纽，然后又透过爱多美遍布在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又销售出去，已经走进全球消费者的家中呢？这便是爱多美实现聚拢全球大众精品、开发海外市场的 GSGS 战略。爱多美立志成为全球大众精品的流通枢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公司三大文化中的原则中心文化。爱多美以正善上略、正直和善良为最好的战略为经营哲学。爱多美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一直坚守着正道经营。行业内部分企业和销售员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从事一些违背原则的事例，比如诱导囤货、助长投机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爱多美从设立时开始，为了预防这些陋习，创立了坚持正道的原则中心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是公司与销售员共同成立了自律委员会。自律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最初由政府、相关协会、公司主导这些活动，后来逐步转为销售人员自发的组织会议。通过定期的培训，包括预防囤货结义大会、摒除恶习运营、UCC 作品征集等，持续的为了建设正直的文化而努力。这些一系列的活动，使得爱多美在韩国业界获得最遵守原则的正道企业的称号，
成为其他企业纷纷效仿的对象。坚守原则是爱多美成为百年企业的核心战略。即使有好的产品、好的经营环境，但是企业的管理层或者奔波在销售一线的经营者们，如果不能坚守原则的话，企业的成长很快就会停滞。所以，爱多美将坚守原则放在了企业的核心战略中，作为爱多美文化的根本。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为了拒绝投机囤货，我们推进了原则中心演出。2012年，为铲除违规行为，我们举办了自制的视频大赛。2015年，为传播原则中心，开展全体会员在线培训课程。2017年，为将原则中心推向世界，我们发表国际自律宣言。而爱多美中国也非常重视原则中心文化，公司遵守各项国家的法律法规，并制定出经销商行为规范、服务中心红绿灯制度、守则制度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也在积极的策划和实施线上线下的原则中心培训。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爱多美中国。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是由韩国爱多美株式会社在烟台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爱多美中国的投资项目作为烟台市的重点外商投资项目，由韩国爱多美与烟台市高新区政府于2016年12月正式签约，落户烟台高新区，并在烟台高新区投资建设爱多美中国的生产基地，用于生产国产及进口日用品、化妆品、保健食品、食品、家用电器等产品。不同于爱多美海外分公司，我们采用传统经销的方式销售产品，可以注册成为会员，在官方商城以会员价购买心仪的产品。消费会员和经销商需要符合相应的申请资格，同时从始至终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刚才有关企业文化部分的分享中，我为大家着重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大众精品战略和原则中心文化。然而纸短情长，爱多美的企业文化博大精深，今天并不能就每一点与大家展开。衷心的欢迎大家能够加入爱多美，亲自体验爱多美的独特魅力，亲自使用我们爱多美优质的产品。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后续将由我的同事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分享。感谢您的聆听，谢谢。